女儿搬出去了，自己过日子。老伊藤担心的来探探，还带了个呜呜叫的水壶，那种水开了就嘶嘶响的。美香觉得还不如新款来的好用，老头非得说这个得用啊，不然不就浪费了吗？接着就试试坐女儿的床，看看这床成不成得住。美香催着爸爸快点走，怕床垮了怎么办？看着那呜呜的水壶，打算过段时间换个新的得了。美香早上被闹钟吵醒，裹着被子烧水去，又裹着被子回床上躺，最后还是水壶的呜呜声把她叫起来。有天带了男友回家，老伊藤看不上他画漫画，觉得那活儿不靠谱，他不想女儿跟这种人谈。可美香就是坚持自己的选择，心里难受的老头儿变侦探似的，工作后四处溜达。今儿个巧了，美香街上跟男友约会，看到老头儿对面走来，她遮脸怕被老爸认出，幸好他们就这么过去了，一切都还好。侥幸的美香回头一瞧，老头儿正盯着她呢。父亲喊完就回家了，美香吓得赶紧打电话给妈，妈妈跟她说，老头回来直接睡了，提到在路上碰见了你，别的一概没提。美香感觉好像懂了。第二天，美香翻看男友的漫画，感受到他的全力以赴，那是用命来画的作品，她得给他点鼓励。去上班的路上，刚好碰上追名前辈，追名前辈的亮点还是那么抢眼。美香看他看了好一会儿，追名姐不止美，工作上也超有一套，打印机坏了秒变修理工，她是公司里的女神。美香爸在一家大公司当头，公司里她总是特精神，偶尔还拉下属吃饭，菜一上桌他们就忙着拍照。老伊藤对这事挺疑惑，下属们都说这菜棒极了，问他怎么找的这家店。伊藤说他侦探时迷路撞进来的，看见别人在里头吃呢，于是就这样进去了。可下回他想再去，又怎么也找不着那地儿了。等他想回家时，又一头雾水的回到了这家店。就这么成了个定律，迷路了就能找到这家饭店。这能说明啥？这就是生活，总是迷迷糊糊又一抉择，最终都能找到对的路。迷路了也没啥大不了，迷路都能讲出哲理，他真不是一般人。旁边那失恋的姑娘都挺感动了，走之前还特地来谢他。但在女儿眼里，他还是个死板的老头子。晚上喝多了的老头回家，妈让美香扶着老头，他去整理床铺。父亲说什么？你就附和着就得了。美香快撑不下去时，妈端来了水，还教他怎么发音正确。父亲总算醒了些，妈急忙过来，告诉他别听他的花言巧语，他就是想躺下睡觉。好不容易把老头子扶到房间里，紧接着是那个难啃的换衣大官，得一边唱歌给他听，不唱衣服怎么可能那么轻松换上？爸爸睡着后，美香问妈妈，为啥老爸那么反对他和玉丝在一起？妈说结婚前，老爸给他买了根手臂还长的红薯，妈当时让他换一根，但老头一口回绝。话说出去了，就像泼出去的水。看电影时还硬是举着那红薯，男人的倔就是这样。老头为啥这么死心眼儿？妈说其实老头就是直肠子，等他过会儿自己也觉得不对，才知道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。美香说我和男友都分了呀。美香回自己的租屋，发现男友没走，还在屋里待着。男友说没了他，美香迟早会后悔，像柑橘酱盖儿，她自己永远拧不开。以前都是她帮忙，男友说缺了她那件最爱的蓝裙子永远也穿不上。美香就是靠自己，硬是把那裙子穿上了。男友问她真的想分手吗？最后只能失落的走了。美香连她留下的东西都扔出去，说别想找借口再来。第二天还是被滋滋响的水壶吵醒，那条曾经穿不上的连衣裙，竟然自己能穿上了，然后高兴的去上班。一个奇葩男冲她跑来，在她背后做了奇怪的手势。美香一头雾水。美香的姐姐由香自分手后，一直单着。一天在饭店偶遇前男友大森，大森那形象挺抓眼的。大森讽刺邮香连吃法都模仿他，难不成还没找到新欢？为了证明自己有新追求者，邮香说有2人向他表白了，就是2人都已婚，这点不太好。问大森对此怎么看？大森喝完酒，一站起身就走。邮香追出去说，明明是你先甩的我。大森说他理解全错，明明他说过，对方得有点颜值，光有内涵他喜欢不起来。大森头也不回就走了。美香后来搬回家住了，看见爸爸在家，她悄悄地从走廊溜过，但还是被爸爸叫住，问他穿的是啥衣服。刚才还以为看见羊驼呢，这打扮出门合适吗？老头子把衣服脱了个精光，示范给他看自己啥模样，就像没穿裤子出门似的。美香反驳说爸不是也总穿那条既脏又丑的肚兜吗？妈赶紧把美香拉开，说肚兜是你小学时候送的，已经忘了吗？你爸那肚兜可真贵着呢，直用到现在。美香穿那样是去相亲，结果发现对面男的像黑社会，这活动组织者真是人才。回家后发现姐姐邮香也回来了，妈把他们俩叫来，教他们看爸睡姿判断心情。邮香问他不是要搬出去，怎么又搬回来了？美香说分手了，又问姐为啥回来。邮香说和他不同，就住一阵子。美香忽然发现门口像有人偷听，俩人
偷偷摸摸走到门边，没想到老头子先下手为强，开问美香那男友怎么回事，连漫画都画得那么诡异，角色死了还能死来死去，说逻辑都没得讲。幸好你醒悟得早，自己跟他说拜拜了。现在我得规定，你俩得立刻搬回来，以后找男友得让我来挑。次日去上班，伊藤就开始在公司里物色女婿候选，帅气的可能是美香的菜，当然稳重的也得考虑。伊藤拉着俩人去吃午饭，这店的服务员都是70、80岁的老太太，看他们端盘子，我心惊胆战的。大家点菜时，伊藤宣布他要炒面，大森跟风也是炒面。伊藤看着满意得点点头。小帅哥显然不懂职场潜规则，非要点上菜慢的荞麦面，这时候怎么能比上头的菜贵呢？伊藤和大森的炒面上来后，他只能眼巴巴旁边等着，真够尴尬的。好在小哥的面终于来了，为了追上俩人的进度，小哥吃相都不顾了。晚上，伊藤选了稳重的大森，接着去吃晚饭。俩人越聊越是意气相投，伊藤心里乐开了花，找到理想女婿了。但伊藤哪里知道，家里3个女人正聊得他热火朝天，说他最近带的礼物一个比一个高档，肯定是手下送的好东西。美香瞅瞅他们，你们就没想过，可能是哪个美女巴结他的？油香疑惑，爸那么有市场吗？妈妈也觉得也是哦。这时候伊藤老头子回来了，结果他带回来的居然是个男的。有美齐了，大森你咋也来了？大森一脸无奈，你爸硬要拉我来的。紧张的大森眼睛后面都起雾了。大森刚想走，又被伊藤拉了回去。大叔一边嚷着要汤面一边吃，妻子解释说这就是汤面，他不听，还是要汤面，可能是忘了加海参。结果大叔啥也没吃就睡了。妻子感慨，明明辛苦做的好吃的。有天妻子李香带了盒烤肉回家，丈夫看她拿在手里吃，不乐意了，说女人吃烤肉得放盘子上，还得加点调料才对。李香终于爆发了，不再迁就他那一套，反问为啥女人就得那么吃烤肉？喜欢那样的女人，你当初就该找他们啊。然后他就当着他面上大嚼起来，瞅瞅他还能咋地。次日李香一回家，看到久违的二女儿在那儿，妈妈啥也不说，只问她饿不饿。伊藤上班去了，大森说昨晚打扰了，没给家里添乱吧？他一走，家里啥事也没。伊藤安慰他，放心吧，你一走，家里平静得很，早饭都没人提昨儿晚上的事。大森疑惑，一点都没提。伊藤说可能大家都累了吧。大森这下安心了，掏出今儿特意买的咸子给伊藤。但神奇的是，大森把咸子塞公文包了。这时候客户正好来了，伊藤心思全在公文包里的咸子上。好不容易客户一走，伊藤问下属对这合作咋看。渡边说客户影子挺怪的，跟机器人似的。伊藤说客户再怎么装嫩，影子也没啥生气啊，还夸下属真是聪明。渡边笑着说大森包里那小东西还活蹦乱跳的，想想自己也得加把劲儿。伊藤摆摆手说这合作就这样吧，得感谢大森包里的那些弦子啊，让他决断的清清楚楚。一提起小生命，伊藤就想起女儿们小的时候，他总教他们得疼爱周围的小动物，不能小瞧任何一个生命。美香又去参加相亲了，有个小伙子对他瞧上眼了，还留了联系方式给他。离开活动的地方，他找到一个算命的，那人告诉他，他的白马王子就在这儿了，梦想啊目标啊都能成真。美香握着那张名片，心里盘算着这人就是自己要找的吧。回到他的租房，看到前男友又蹭到这儿来了，美香问他怎么不在家待着，偏偏非得跑来他这儿。他说他家出了点事，水电都断了。美香心说跟这种男人分手真是明智的决定，但想想怎么甩掉这个粘人精，倒真让他头疼。他随手抓起一本漫画，翻到里头正巧是分手的一幕。他琢磨着是不是得试试看。抬眼电视里正聊着狮子选伴侣的事，毛发差的狮子通常没人爱，雌狮子看相貌选对象。美香想起那帅哥给的名片，有了新男友，粘人精就没借口留下了。他就给那小伙打了电话，哥们儿真会逗女孩子笑。没多会儿美香就乐了，俩人约好了见个面。这一幕刚好被前男友撞见。伊藤一回家就看到李香，他立刻召集了个家庭会议。古板的老头子让李香回家去，不管你俩有啥问题，得坐下好好说说。妈也劝他回去沟通一下。伊藤叫老婆给他来杯茶，结果妻子只会点头。妈妈说不好意思，刚才走神了呢。严肃的氛围被妈的一句话给打破了。最后李香还是决定回去。她回去了，老公还是那么霸道。他早上说想吃吐司，李香说饭已经煮好了呀，可他就是不听，还是死活要吐司。李香心里想着，要是有本事你就自己来做嘛。说的倒是挺轻巧，想了想还是自己动手吧。要是让他上阵，厨房弄得乱七八糟，到头来还不得我来收拾残局。做完了他又嫌弃，说这看着太简单了。李香只得耐着性子解释，是因为家里的食材快用光了。他还误会李香是因为没给他准备好的早餐感到内疚，他让李香别往心里去。第二天早餐时，他却叫着别的女人的名字，意识到不对，马上改口，搭上一句关切李香的话。
李湘心里明白这家伙平时不会说这种话的，怕不是心里有鬼，不会真的在外头有人了吧？果不其然，晚上他没回家吃饭。于是有一天，他借打蚊子的机会给了他个警示，但之后李湘发现他依旧神秘兮兮的看手机，晚上睡觉还梦里喊别人名字，终于在他手机上发现了和别的女人约会的消息。几天后，李湘又回了自己家，这次老头子还是重复着同样的叮嘱，让他买今天的车票回去。李湘说她丈夫有外遇了，伊藤叫老婆把那根高尔夫球杆给他拿过来，他打算去找那小伙子好好算算旧账。妻子劝他冷静点，先把事情弄清楚再做决定。李湘说，自从事情暴露之后，她老公承诺会和那女人说清楚。第二天，老公回来说他们已经结束了，可是他衣服口袋里掉出来一张结账单，单子上清清楚楚写着2个人的点单，边谈分手边悠哉吃冰激凌，这分明不是分手，倒像是在商量怎么瞒过李湘的眼睛。想通了之后的李湘忍不住气愤填膺，于是决定回娘家去了。那女孩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小三，那男人跟她搞定一切才把真相告诉她。尽管他清楚外遇不会有好结果，但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断绝关系，每天就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。倒霉的是，不仅被前男友大森撞见了他狼狈的样子，还得看着他在自己面前秀恩爱。尤香心想，既然自己痛苦，别人也别想好过，就坐到了那对情侣中间，还不客气的吃起了他们的东西。做着做着就开始倒苦水，谁曾想那2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就像他空气一样。最后他自己喝得烂醉如泥，大森没辙，只好把尤香送回去。要是问这是咋回事，大森把人送好，一按门铃就闪人了。第二天他爸问他昨儿个咋了，但他已经啥也不记得了。去上班的路上，他竟然看见那渣男又勾搭上一个小姑娘，不知咋的，他吓得赶紧别过头去。这渣男到底几个女人在骗啊？尤香就跟着他们，看见渣男把那女孩弄进出租车，他本想上前问清楚，可是腿就是动不了，不知道该咋办的，他就跟在后头，结果一路跟着跟到了渣男家门口。渣男老婆恰好也回来了，问他来干啥。尤香承认了自己是小三，对方竟然一点也不吃惊，反倒是请他进屋里说话。伊藤从昨晚女儿尤香的不对劲，到今早的异常行为，感觉出事了，他决定得出门去找尤香。尤香第一次踏进渣男家，里头的一切都觉得那么陌生。这时渣男知道尤香来了，装作不认识，还想把尤香撵出去，说我再不走他就报警。反而是他妻子冷静多了，说这女孩看着挺可怜的。尤香啥也不说，就那么静静的盯着他，把他看得心慌意乱的。尤香忽然抓起靠枕朝渣男砸去，接着啥看见啥扔，在他们家里狂砸一阵，连邻居都围观起来。尤香一走，渣男又接着装，说他根本不认识尤香，奥斯卡该给他颁小金人了。但他妻子那疑惑的眼神扫过他，虽然撒了一通野，尤香还是不快乐。年轻时候他可是众星捧月，一大帮帅哥都在后面排队，现在年纪大点儿，怎么就沦落成这个样子了？不是相貌平平，就是婚姻破碎，自己还变成了小三。回家路上看见了不一样的父亲，他爸正到处找他，他走上前问他爸手里为啥拿着高尔夫球杆，他爸问他没事吧。尤香说他出来走走，心情好多了。他爸转身就要走，尤香叫住了他爸，说自己今天考了0分，你怎么不说点啥？就跟小时候教训我似的。你说再怎么样，咱也得往前看，是吧？让我明儿个去弄点海参来。旁边的客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还打算帮着老板解释一下呢。结果解释着解释着，自己也加入战团里了。3个人吵成一锅粥，然后旁边一女士突然大喊，叫他们别闹腾了。这男的这才弄明白，他搞错了，混沌汤面不是他想的那汤面。他自以为是，还伤了妻子的心，但现在看来都回不去了，因为今儿是被妻子他爸给撵出门的。自从妻子李香一回家，他就老打电话问人家啥时候回来，因为没人给他做饭吃了。李香说他才不想回来呢，叫他去找别的女人去做饭。李香在家吃着早饭，和家人打打牌，乐呵得很，根本不想回去。李香的老公实在是撑不住了，还是决定上东京找李香。老伊藤早就想教训那小子一顿了，谁知道人家倒好，自己上门来了。李香翻出了家里的秤，上头全是别的女人的体重。她老公赶紧垂头，说是被人迷了心窍。她说自己正在深刻反省。李香问他咱俩还重头开始不？他说必须得重来啊。接着就又把李香的名字叫错。老伊藤让美香把高尔夫球杆递过来。李香知道这段婚姻玩完了，她虽然心里有数，但真到这一刻还是懵了。她一个人跑去公园解闷，结果酒劲上来，在那儿呼呼大睡。等她醒来，天都黑了。她摇摇晃晃找不着回家路，差点没栽倒，还好有好心人扶了一把。第二天，李香在陌生房间醒，待了会儿，她赶紧查查衣服，还好没人动过。她回头才看见一个陌生男的坐在那儿。男的说他昨晚烂醉如泥，硬是不回家，他只好带他上了酒店，又跟李香保证自己没对他怎么样。李香匆匆整理下东西就跑了。回到家的李香翻包，发现了本书，原来是他刚才急急忙忙
把那男的书也给带出来了。那天等公交时，他发现个男的盯着他。李湘在想，碰上怪人了。男子靠近说，他是看中了李湘的背包，问包是哪买的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李湘打开包找标签，结果一根大葱滚出来了。男子帮忙捡起葱，然后又推开了。李湘觉得挺尴尬，包里都是他从别处弄来的菜。他让他手机拍下标签和品牌。他问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，李湘没给他。回家的他开始反思，但一会儿他又在想自己是否还有余力去开启新的爱情。爸爸跟他说，他们那时候恋爱全是约定好用公用电话、车站或公园见，让他也大胆去寻找爱情。不知何时起，李湘爱上了那意外的书，闲时就在家翻看，看完才知道原来还有续集。李湘去书店问老板有续集吗？老板说那书早就不印了，进新货了再找他，叫他留个联系方式。这本书让李湘感到心里平静，她回想起往事，想起她欺负邻家小孩的日子，回忆与丈夫相遇的时光，还有买房时的那份喜悦，以及他们感情破裂的那一刻。她在想这书的主人会是谁。有天爸爸带她去吃中华料理，她小时候常来的地方，陪她过很多大事。现在老板老病相亲，店也快关了，老板坐下来和他们告别，说没了这店还会有新店开。伊藤跟女儿说，人生有时也这样，结束了就会有新的开始。晚上朋友打来电话，电视上说他出事了。李湘说自己在家好好的，可能是同名的人。朋友知道他近况，叫他回原公司工作，那样他们能一起上班。这时在看新闻的父母，电视上也播了女儿的新闻，提到个伊藤李湘在雪灾被救的。妈妈说李湘不是刚走过去吗？老头急忙上楼，看到李湘在房间就安心了。第二天他回到旧公司，特别待见他的老板，请他吃饭。没想到他问了个怪问题，他问老板星期7天对吧？那星期几开始的呢？这问题让我脑子都要烧了。他掏出自己的日记，他的日记从星期天起，老板的却是星期1开始，这让李湘崩溃了。老板吓得说要去厕所，还故意丢了1000元在地。李湘想提醒他，老板说那1000块不是他的，叫他捡了去买新日记本。原来李湘还没适应外面世界，重回社会让他感觉挺难的。有天他在家里中学的漫画，手机收到书店短信，说他要的书进货了。他去店里取了书，走时老板叫住他，说客人在找那书上集，如果他看完了整套书，如果不急着要钱，书店愿意买他的那套书。李湘说那客户要是再来，让老板给他的电话。上班节奏熟悉后，李湘找回了旧日的感觉，书本清香和办公室植物都让他心情特别舒畅。有天接了个陌生电话，原来是被李湘拿走书的那位男子，是书店老板给的电话。李湘说不好意思，匆忙拿了他的书。他问那上集看得怎样，李湘说上集真不错，约好哪天归还给他。两人计划了见面时间，为了工作方便要搬家，爸爸伊藤也给了他水壶。之前美香搬家也是这样，后来才知道水壶是精挑细选的，不是随便一买的。李湘的故事就讲到这，究竟什么爱情能让女人变化？自遇见大仓后的变化，连追明姐都觉得惊讶，仿佛换了个人似的。美香说话都变悠扬了。追明姐问前男友的事，美香说她哪有前男友。追明姐被弄得一头雾水，这是着魔了还是怎么了？有一回她坐公交，听见后排2个女生在说她像美香，原来她们是美香的朋友。她们说的美香坐公交绝对不站着，还得在车上打盹儿。等他们在餐厅遇到美香时，才知道公交上那女生就是美香。他们惊呆了，盯着美香，直问她是不是换男友了，变化这么大。朋友们好奇新男友是啥样的，美香只说了男友长相啥的，但说不出他性格如何。她说2人才开始，还得多了解。新男友大仓到美香家，被只蜘蛛吓得尖叫。美香问蜘蛛哪去了，他说他已经把他干掉了。第二天，美香把永次留下的奖杯还给他。永次在奖杯底发现了死蜘蛛，他把蜘蛛葬在了草丛。失恋的永次开始反思，决定抛却烦恼，开始认真画他的漫画了。美香天天跟新男友出去约会，大仓说他喜欢女生走在右边，于是美香就被挪到右边去了。接着大仓提了一堆要求，像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鞋子，还有走路要多优雅。美香沉浸在爱河里，按他说的全都改。之后美香老得考虑穿的得体不，挑电影得看他喜欢哪个，咖啡是该点冷的还是热的，连说话都得小心谨慎。这一大堆事情让他累坏了。有一天大仓带美香去了家高级餐馆，大仓说是带她见家长的。追明姐猜这是要结婚的节奏。到了大仓家，他爸妈姐姐全出来欢迎。大仓让美香坐门口，开始给她按摩脚。之后一家人相处的还不错。出门时大仓正式向美香求婚了。大仓说婚后他还可以工作。这下美香懵了，不知咋办好。晚上美香从后门回家，爸爸问他怎么从后头回来，出啥事了？美香说大仓求婚了，想这事儿去公交坐过站了，
所以就从后门回来。他还说今天去他家门口帮他按摩脚呢，而且结婚后还能继续上班呢。美香觉得这挺不错。大姐邮箱前门口按摩怪异，二姐也问他，大仓会不是那种爱滴柠檬汁的人？老爸说人都有小嗜好，说人难以简单评断，认为美香认识时间太短，这么快结婚似乎不合适。美香却责怪家人，为啥不支持她嫁给大仓？上班时间，美香心思飘忽，同事问她脸为何像晒伤了似的。美香提到还没从那求婚事中回过神来，同事们劝她冷静思考。美香纳闷自己为何犹豫，男友条件明明很棒，不但人长得帅有钱，家庭也很完美，还愿意给她按摩，婚后还能工作，可能再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她回想昨天问男友为何他选了她，大仓说他讨厌哪2种女人，一种是花瓶式的，光好看不实用，还有种就是工作狂，事业第一。美香俩都不是，正合他意。最终美香答应了求婚。有天俩人吃饭时，大仓问戒指咋不戴，美香说上班戴着不方便，看男友眼神有点不乐意，赶紧改口说怕丢了戒指。大仓要他明天记得戴上，还说得把订婚事宜赶紧定下来，双方父母见面商量订婚细节。美香妈问大仓真打算娶美香，大仓肯定的回答了，看样子订婚的事儿算是谈妥了。回到家，老爸也严肃问他是不是真想嫁给大仓，因为他看出大仓挺霸道的。美香常在他面前只能点头。美香听了不太高兴，质问为啥总挑大仓的刺。父亲说这是长辈的小忠告。美香说父亲对二姐就没那么严，什么事都顺着他。最后二姐不是一样离了婚，初时二姐嫁人，老爸连声都没吭就答应了。老爸说不是那回事，美香不听解释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二姐李香走楼梯上来找美香，认为父亲不理她是有原因的。那天父亲喝多了回来，把她误当作母亲，满嘴腻歪的情话，直到认出是二女儿李香。父亲自那以后备受打击，就不再管她事了。那次美香和大仓出去，偶然发现大仓也没在意走路的样子，为啥还要她走得优雅呢？平时生活里，大仓总显得挺霸道，只要知道美香跟朋友外出，他就会故意放她鸽子。作为对美香的惩罚，他会在约会时故意讲工作电话，让她等在一边，连他新买的手机大仓都得检查下才行。一次约会，美香走错地方，偶然遇到了永次，又给永次来了一顿，结果俩人闹进了警局。大仓在路边白等了美香，公司的美香忍不住打嗝，同事们为止嗝都吐露了个秘密，但都没啥效果。追明姐只好用终极大招，美香决定和大仓坦诚相对，约了大仓出来，直接说了分手。美香觉得大仓喜欢的是他构想中的他，而不是真正的他，那个理想女友是他挠不出来的。大仓不愿意听他的解释，他坚信心中的美香不会离开他。美香不管那些，终于把心里的话全道出来了。谁料大仓当场人格分裂，变成了2个自我。美香调侃他不会是头一次被甩吧。邮香自从家里一闹后，感情生活貌似有了起色。公司的小辈青山邀他出去吃饭，青山一次次的直白告白，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自认为不过是个年纪大的阿姨。晚上俩人即将各自回家，青山突然上前抓住他的手表白。回到家的他开始疯狂猜想，真的会有小伙子喜欢他这类型的，还是仅仅是逗他玩的？可能青山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于是他亲自去了青山公寓，想从房间里探查有没有女人的东西，这样可以确认他是否有女友。但是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女性物品。最后他自己跑去酒吧喝酒，竟然又被个小帅哥搭讪了。他装作常辈的样子给小伙子讲道理，告诉他别随便和大妈搭讪，然后酷酷的结了账离开。回到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出乎意料，是10年前大学时的初恋打来的，问他婚没结，还说他开始怀念他了。第二天他找出大学的毕业相册，沉浸在那些回忆中。某一天他跟青山在街头约会，旁边忽然有人叫他名字。邮香回头一看，稍感惊讶，是前2天给他打电话的枝野。枝野问站在旁边的青山是不是她男朋友，青山抢先回答说是。邮香让他别急，这么说容易让人误解。然后他对枝野说，前2天不是通了电话吗？没想到今天就在这碰上了。枝野一头雾水，想了好半晌才想起来，原来那天他喝多了，打了一堆电话，竟然还真的打给了邮香。枝野向邮香道歉，邮香心里有点沮丧，原来只是一场误会。在随后和青山的约会中，邮香直接告诉青山，青山确实是梦中的那种男友，工作能力棒，人又温柔体贴，但他自认有不少缺点，年纪也稍微大了点，觉得自己不太配得上青山这样的优秀男人，所以他没法答应做青山的女朋友。有天下班后的邮香去参加了同事聚餐，领导正给新来的小妹妹庆祝生日，他突然想起算命的说过，他30岁就能结婚，还会有2个小宝宝，现在都快31了，看来算命的话也不那么靠谱。在公司里，人气最旺的总是那些年轻面孔，像他这种年纪的基本没人搭理。
不过他也挺享受这份清静。回家的路上意外遇见了大森，大森来问他啥时候要跟他爸说他们曾经交往的事。邮箱说他们都分了，还提这是干嘛？路过时看到一个街头歌手，他就停下来静静的听，听到他收工。从此每天路过都会停那儿听一会儿。慢慢的两人也熟络起来，歌手还邀请他去吃面。邮箱心里清楚这种男人并不是他要嫁的那种。那次吃完面后他就不再去了。几个月后，邮箱交了个厨师男友，他觉得这回他没因貌相挑人，但俩人相处起来总是有点格格不入。厨师老记不住邮箱的喜好，看来厨师并非他的终点站。那男的发现手下居然和他女儿暗搭过，其实他早有耳闻，原本介绍他们就是想撮合，只是没撮成而已。1年后，邮箱上班路上偶遇那个曾伤害他的已婚男人，原本势不两立的俩人竟然平静地聊了起来。讽刺的是，最懂他的还是那个已婚渣男。已婚男指出，他就喜欢那种有瑕疵的男人。美香和大仓分了后，终于开始正常了些。晚上，他找到了永次的公寓，倾倒一番想复合的话，却被邻居告知永次搬家了。聚会上，朋友说大仓又去相亲了，还是老一套。美香心想大仓真会自我恢复，朋友劝他大仓永次都忘了吧，重头来过。这时永次突然打来电话，两人咖啡店见面，又和好如初。美香回家告诉爸爸她要嫁永次了，老爸说还太早。美香反驳说您和妈当年不也是20出头就结的婚？老头子急了，说当年其实他没那心思结婚，只是形势所逼罢了。妈妈听了这话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伊藤赶忙圆场，说那话只是为了劝女儿，叫她别当真。妈妈半信半疑，说她要去搞些乌冬面。美香也说她跟着去。这俩人一不高兴就闹厨房，什么鬼？厨房里当当当当，两个人忙得不亦乐乎。老头子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吃他俩做的饭，还得满口夸俩人做的真是绝了。饭后妈妈告诉美香，院子里有人找，永次抱个盒子在院子等着。伊藤出门准备把永次撵走。永次说他现在是正式的漫画家了，还拿着出版社送的礼物，一看是大闸蟹。伊藤立马让永次进屋，这变脸速度也忒快了吧。晚上伊藤还叫来了大森，结果大森把和邮箱的往事说出口。伊藤笑着说他早就猜到了，第一次把大森带回来的时候，看邮箱的反应他就知道了。邮箱不耐烦说分都分了还提他干嘛？伊藤轻描淡写说没事儿，让大森别客气，接着吃。饭后伊藤认真的翻看永次的新漫画作品。美香送永次回家，途中经过一家漫画店，在店门前看到永次的漫画被作为推荐展示。永次坦言是美香有了新欢，他才更加拼命，最终赢得了奖项。然后他趁着这个机会在那儿当众向美香求婚了。李香正巧搬家，姐妹俩和妈妈一起下楼送她，而老伊藤就站在路口目送他们，就像爸爸当年看着他们长大一样。